江婉，你愿意嫁给我吗？江婉那个蠢女人，哪有你够味？你居然！宝宝，不是这样的，那是以前。大屏幕上的照片是别的女人，这男的出轨了！姐妹，别嫁！宝宝，你听我解释，那都是……别叫宝宝，恶心！各位拍清楚点，让大家都看看这个渣男的真面孔。这位先生，您这单是现在结吗？滚！都给我滚！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你够了啊！你看看你，4天了，4天没洗头，4天就窝在这张沙发上反复看这个剧。我在疗伤。你这是在腌入味儿。还好吧？那是你习惯了。去洗澡，立刻，不然我现在就拍照发朋友圈。洗不洗？洗。你什么时候看这种东西了？工作需要，我做短视频得研究风向，这种东西1集2分钟，反转3次，欲罢不能。这男的脖子上顶的是夜壶吗？他老婆说一句不信，白月光说一句就信。对，就这个味儿。现实中遇渣男只能自己哭，剧里渣男都被啪啪打脸。你之前跟徐宏之在一起，整个人围着他转，他加班你心疼，他省钱你给他买衣服，结果呢？你说的对，以后不找潜力股了。什么意思啊？周周，看见小吴和季要找就找已经长成的大树，潜力股就是陪他吃苦，等他成大树了，别人来乘凉。开窍了，姐妹。喂，陈教授。陈教授，您确定他愿意跟我相亲？季雨里，那个季雨里，海城法律圈天花板，从来没败诉过，31岁不近女色的钻石王老刚。姐妹，你去不去？我才分手第4天，渣男出轨那天你就单身了，你不去我就跟你绝交。去，我去。妥了。伪素颜妆的精髓看起来没化，其实化了。我是去相亲，不是面试。相亲就是面试，岗位是女朋友。姐妹冲啊！拿下季雨良，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季律师，江小姐，我叫季雨里，就职于君和律师事务所。我的情况你应该听我妈说了。我妈天天催我，没办法安心工作，所以我们尽快把证领了。好的，等等，领证有问题？不是，我们才第1次见面，这太快了。我妈喜欢你，我觉得你也合适。其他人会有各种麻烦，我没那么多时间。如果你能接受我经常加班出差，我们就定下来。季律师，你的意思是跳过恋爱直接结婚？恋爱太花时间，我下周要出差，最好这周把证领了。你安排一下双方父母见面的时间，尽量这周内。下周出差，所以这周领证？你还需要考虑。我需要考虑一下，婚姻大事是不是应该慎重一点？这太荒谬了。婉婉，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把我拉黑了，我去宁宁那儿找你，她把我骂回来了。你干什么？我们已经分手了。我没同意分手。婉婉，你听我解释，那是个意外，我喝醉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喝醉？衣服也喝醉了是吧？自己脱的？这位先生，江小姐正在和我谈事情，请你离开。你谁啊？季许礼。我不管你是什么礼，这是我和我女朋友之间的事，跟你没关系。前女友。婉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已经把李静怡拉黑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就一次。够了。许先生，第一，江小姐已经明确表示你们的关系结束了，如果你继续纠缠，构成骚扰，她有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二，你出轨的对象是江小姐的同班同学，对方深知你有女友，仍与你发生关系。如果你继续纠缠不休，我不介意帮江小姐把这件事公开处理。你威胁我？不，我在陈述事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未婚妻？你们认识多久了？这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请离开，我们还有事要谈。好，好，你等着。坐。季律师，你刚才说……江小姐，我说的不是假话，我是认真的。我觉得你合适，我妈喜欢你。我工作很忙，没时间谈恋爱，也没兴趣认识别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先把证领了，后续的事情慢慢磨合。季律师，你有没有想过，结婚是要有感情基础的？感情可以婚后培养，万一培养不出来呢？不会，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加一下微信，我的手机号你记一下，有事直接打。我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可以去民政局。今天？那就明天，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门口见，带上户口本和身份证。还有，江小姐，你刚才面对前男友的时候很体面，明天见。回来了，我点了外卖，过会儿他让我明天去领证。你再说一遍。季雨里，让我明天带户口本和身份证去民政局。从头讲。所以第一次见面，他跳过自我介绍，跳过谈恋爱，跳过见家长，直接让你去领证。对。第二，你前男友闯进来纠缠，他直接宣布你是他未婚妻。对。第三，他说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对。江婉，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拍短剧？摄像机藏哪儿了？我最近研究这个路道，你这反转密度比我们公司的剧本还夸张。我当时脑子是懵的。你是一天不到，前后不超过20分钟，你简直是闪婚界的传奇。以后我爸妈催婚，你就是我的挡箭牌。宁宁，今天在咖啡厅，许宏之冲进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逃跑，我手都在抖。然后季徐里站起来了，他根本不认识许宏之，但他就是站出来了。那一刻我在想，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在我这边，好像也不坏。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告诉你妈，我等不及要看阿姨的反应了。你怀孕了？没有，没怀孕你急什么？还有那个徐宏之，我不同意，你死了这条心。不是他，是别人。别人？江婉，你脑子被门夹了！老江，收牌，去海城。我教了一辈子语文，还没见过你这么荒唐的修辞手势。相亲第1天就要领证，你当是买菜呢？消消气儿，孩子也是想……你闭嘴！江婉，你现在就让他过来，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狐狸精能把你迷成这样。下来，我在楼下。伯父、伯母，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是季雨里，先上车吧，我带你们去酒店。你确定你没怀孕？婉婉是吗？我是雨里的姐姐季雨思，果然如我妈所说，是个大美人。姐姐好，您过奖了，您才漂亮。明年3月份备孕，4月底怀孕，预产期在2月，正好寒假连着产假158天，再连上7、8月暑假，婉婉可以连休8个月。哎呀，亲家母，您这算得太细致了。婉婉，你放心，生完直接去我住过的那家月子中心，服务优，医护专业，花语里的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啊，小弟？是。给海蓝织膜套装，小弟通知的太急，没来得及特意准备，这份你先收着。婉婉，长得王带着酒镯就是好看，以后别叫陈教授了，
该叫妈了。谢谢妈。亲家，拜拜。妈，你们不是不同意吗？怎么一顿饭就把我卖了？傻丫头，这季家高知家庭，你嫁过去不愁柴米油盐。可是我怕季雨里他太严肃了。那是稳重可靠，比起徐宏之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强多了。你以为对你好就是真的好？那是男人最低成本的投资。记住了，办了婚礼再怀孕，大着肚子穿婚纱不好看。这里有50万，季雨林有钱是他的，你有钱才是底气。受了委屈就回来，家永远是你的。妈，这就领完了，才10分钟。房子地址发你微信了，今天可以住过去。这卡以后每月我会打2万生活费。2万？我下午出差3天，晚上不用等我。他是不是受刺激疯了？肯定是刚离了婚，在这又笑又哭的，怪可怜的。这个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江婉，你真是飘了，居然扔这么多东西，真罪过，真该死啊！拜拜了，我曾经的宝贝们。有什么快说，我正忙呢。你猜猜我在哪儿？看着客厅，看着采光。我去，你出息了，租这么大的房子？租什么租？这是季雨里的房，从今天起就是姐的房了。曹，再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人间疾苦。季雨里走前给我的，说让我随便买，以后每个月这张卡里还会准时躺进2万块生活费。够了吧，6个菜了，我们就2个人。点，再加1瓶这个酒。你懂什么？来这儿是为了吃饱吗？美女都是小鸟胃，吃一大堆才丢人。快，帮我拍张具有贵妇气质的照片。刚刚那一顿花了1800，结果还没这10块钱的铜锣香。你这没台面的女人，刚吃过顶级料理，现在又吃这些低档货。那边有冰粉，吃不吃？吃，为什么不吃？走，富婆，明天高端商场带姐妹见识一下挥金如土。婉婉，今天我们不买不归，必须的。看这些感觉很贵的样子，我买不起啊。你当然买不起了，这商场怎么回事儿？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有些人啊，就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是啊，连你这种知3当3的脏东西都能放进来，看来这商场档次是真不行。李静怡，你可要仔细逛逛，毕竟你能买得起的真不多。你们2个吸血！快走吧，婉婉，小三身上那股味儿是会传染的。他就是想看咱们放不开手脚。走，咱们进GUCCI逛逛，咱们正常选就好，不用出他。这个好像很贵啊，我怕我也买不起。你花你老公的钱怕什么？再说了，他在后面看着呢，咱们可不能落了下风。走，我看他还敢不敢一直跟着。4个房间，怎么只有1张床？那季雨里回来岂不是要睡一起？娘娘，这房子只有1张床，季雨里明天回来我们要睡一起，我好紧张，怎么办？你怕什么？怕他太严肃，还是怕他不理你？你们是合法夫妻，主动拉近点关系，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吃亏？你能不能严肃点儿？江婉，季律师，你
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这是你绣的，绣得很好。季律师，你吃过了吗？我给你做。快趁热吃，不然坨了。这阳春面不错，我妈妈教的，我来刷。没关系，在国外都是自己做饭洗碗。你还会做饭？本来不会，在 M 国面包汉堡吃腻了，只能把自己逼成大厨。那我有没有机会尝到季厨的手艺？好啊，等我休假给你做。以后叫我的名字，不要一口一个季律师，让我觉得还在上班。好的，于理。不早了，休息吧。好。怎么了？我先洗澡。睡吧。于理，我突然想起还有个文件要看，你先睡。晚安。他看出来了。方案我看过了，按计划执行。从今天开始，我也是 CBD 女孩了。宁宁，为什么我那个手工号拍了这么久都没赚到钱？因为你那是日常号，短视频最重要的是变现。你今天拍刺绣，明天拍吃饭，系统会把你判定为日常号。还有这种讲究？必须垂直。如果你做美妆，就只能拍化妆。我认识个20万粉的美妆博主，一年能赚几10个 W。妈呀，我现在改行来得及吗？先把基本功练好吧。小魏，带下姜碗，这是我姐妹，往死里用，别客气。真谢谢你啦！太好了，我快忙疯了。哎，你叫姜碗，咱们这儿也有个姜湾，不过字儿不一样。我是江河的江，夜晚的晚。那个就是和你同名的江湾，听说是傍上了金主，天天忙着伺候金主，都不想来上班了。这栋楼视频公司多，屁事儿也大。咱们这层还住着个1000多万粉丝的大网红呢。江湾，你长这么漂亮，小心那江湾把你当假想敌。我只是来打个工，不至于吧？宁宁，我看你一个人快恨不得变2个用了，我先下班了。亲爱的，今天辛苦了，我这2天实在太忙了。等忙完这阵儿，一定带你好好去浪。行了，资本家，快忙你的吧。炸鸡配送费要8块，麻辣烫不够起送价，这家满减还差2块，凑不上去。算了，一个人吃自助，亏不说，还像个傻子。今天没加班。那附近新开了家自助烤肉，我想和你一起去吃，可以吗？169一位，我有优惠券，很划算的。可以。我换衣服，你等我。记住我们的口号：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大哥，你翻肉的速度能不能快一点？你烤出来的还没我吃的快。这进度条什么时候才能满？我去拿点蔬菜。好呀好呀，去吧去吧。烤的也太慢了，等他自己拿一轮回来，我都饿死了。你好，那种粉色的是什么？那个是我们店的特调桃桃气泡饮，女士免费的哦，要给您来一杯吗？来一杯。味道有点怪，不过免费的嘛，怪也正常。再来一杯，这个是免费的对吧？确定免费对吧？是的，女士。那再来一杯，不对，再来一杯。好的。
江晚，你喝酒了？没有，我没喝酒，我喝的是饮料。这个桃子味的，服务员说免费的，免费的怎么能是酒？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特调的桃桃气泡鸡尾酒，酒精含量大概12度，因为是没有在酒单上单独标注。他喝了几杯？2杯。哦，对了，第2杯他还特意确认了3遍免费。啊！快点，你快烤！张嘴吃，你不吃我怎么拿下一轮？这是生的。那你烤啊！你烤了不就能吃了？你这个人怎么脑子不转弯呢？还要？你长得真好看，就是平时太凶了，都不笑的。我凶？凶，这里都不往上翘的，翘一下嘛。好看，保持住。好困。走吧，回家。醒这么早？头好疼，昨晚。于理，那个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就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没有，你昨晚很乖。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这人酒品不好，一喝就醉，一醉话就多。上次跟闺蜜喝酒，听说我拉着人家讲了一整晚的垃圾分类。你昨晚确实没讲垃圾分类，你只是拉着我的手说老公你最好了，然后嚷着老公抱抱，在大马路上跳上来挂在我脖子上。哦对了，还有，你好香，比烤肉还香。我错了。什么？没听清。我错了。以后你在的时候才能喝，你不在我不喝，行了吧？喝了，醒酒的。以后必须判黑流手榴重罪。江晚，等下忙完了，咱们去楼下新开那家咖啡厅转转。好啊，我先把这几卷蕾丝理清楚。曹宁急着要呢。婉婉，帮我把那卷奶白色的蕾丝拿来，急用。来了来了，马上到。江晚，谁是江晚？给我滚出来！这是谁啊？找错人了吧？找我？你就是江晚，就是你这小狐狸精勾引我男人！我是江晚，但你……出血了，好多血，杀人了！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你别吓我，婉婉。叫魂呐？有什么好喊的？这叫报应！都看清楚了，打的就是江晚。这种专门勾引别人老公的狐狸精，打死都是轻的。你他妈的到底是谁啊？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她勾引我老公。这种狐狸精长了一张祸水的脸，我今天来就是替天行道的。你打错人了，你说的那个女的那是江水的那个江，她是长江的那个江，她是江晚，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江湾。打的就是江晚，听不懂吧？我们都说了，她不是那个江晚，你打错人了，听不懂吗？我没打错，只要长成这样，就算现在没勾引男人，以后也迟早是个破伪缺钱配
这种长相的女人，绝不会冤枉一个。你立刻向江婉道歉，不然我保证这件事一定会追究到底。道歉？凭什么？我杨静这辈子就不知道道歉2个字怎么写。不就是想要钱吗？装什么姐妹深情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开个价吧。你觉得这是钱能解决的事？老娘我有的是钱。不就是破了相吗？赔他个3、5万，让他去医院缝2针，再买个比他身上这地摊货强100倍的新包了，剩下的就当我补偿他的医药费。这人还是人吗？把人打成这样，拿钱砸人，有钱了不起啊？这种钱谁稀罕？稀罕。赏我们的？你有钱了不起？你以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能用钱解决？难道不能吗？在这海城还没有我杨静拿钱砸不平的事儿。快先把血止住，宁姐，这得去医院，伤口划得很深，估计要缝好几针。宁宁，别跟他吵了，咱们先走。婉婉，你别说话，先去医院。这个疯子，我今天非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不要算了，给脸不要脸，这些钱够我买套像样的护肤品了，省了。你看他把人伤成那样，居然还有脸在那儿捡钱，太过分了，简直没底线。季雨里，快带婉婉去医院！怎么回事？突然觉得好冷。你看那张脸，这哪是生气啊？这简直想要杀人！谁动的他？我打的，怎么着？你就是她老公，来的正好。我跟你说，你是谁？你管得着吗？不就是想讹钱吗？老娘有的是钱，拿着5万块，够你老婆去医院缝针买布品了，剩下的钱还够她买几个像样的包。别天天被这种地摊货招摇撞骗。于里，我没事，就是没站稳，磕了一下，你别生气。怎么着？5万嫌少？我告诉你。你好，110吗？海城创意园区3楼这里发生了一起蓄意伤人事件，行凶者拒不配合并试图金钱诱买私了，请立刻派警力出警。纪律，你不是休假了吗？没休。程律，有个结案，故意伤害、诽谤、寻衅滋事，受害人我太太。嫌疑人信息：杨静。目前已知的指控如下：第一，故意伤害罪。这下他撞到铁板了，就去干点制裁。受害刑法第234条，伤情需等医院他定出具后，决定是否适用轻伤以上标准。即便构成垂危爽，也有行政处罚余地。第二，诽谤罪，根据刑法第246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嫌疑人当众指控我太太居于管制或者包覆证据权利。经在场证人初步核实，嫌疑人认错了对象，将江湾误认为江婉。听到了吗？这是专业的。这疯女人这回死定了。程律，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这是典型的诽谤，主观故意极其明显，且当众殴打羞辱受害人，情节非常恶劣。对。第三，寻衅滋事罪，嫌疑人非法闯入他人经营场所，当众殴打我太太，严重扰乱正常经营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建议立刻调取现场监控，工作室内部2个摄像头，走廊1个，园区入口2个，全部涂以金钱证据并提取，并多次在公共场合强调郎有的视角、郎有的事钱，意图干扰司法公正。杨女士，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你有钱，我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你自以为熬的那些财富，在我的当事人面前不值一提。他就是江婉的老公，这气场简直跟电影里顶级律师一模一样。刚才那疯女人还拿支票砸人，现在连钱都拿不稳了。程律，接下来的诉讼，我要让杨女士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纪律，我们已经启动紧急预案。我建议您核算一笔钱，够不够支付未来的赔偿金、精神损失费？这高昂的利息，那足以拖垮你生活的漫长诉讼周期。叫救护车了吗？
叫了，应该快到了。忍一下。对不起，我来晚了。不怪跟上。快放到担架上！谁是杨静？刚才报案人称这里发生了蓄意伤人案。我赔钱了，我给过钱。赔钱？刚才正和律所的程律师已经联系了分管科室。你知道刚才那个带走受害者的男人是谁吗？那是季雨里，海城胜诉率97%的阎王律师。他从来不接这种民事案子，但这回他亲口说要亲自送你进去。这口子开的可不小，怎么弄的？装到花架上了，得缝针，3、4针吧。伤口虽然不算深，但位置太窄了，你这差2指就到太阳穴了，知不知道有多危险？要缝针。看你刚才在门口挺稳当的，这会儿怕了？没事儿，打局部麻醉，针头很细，不疼。家属在外面，刚才帮你进来的那个是你老公？他是我老公。我看他脸色白的比你这个伤员还吓人。怎么要叫他进来陪着吗？免得你在里边手都快把床纸抓烂了。不用了，让他在外面等就行。这谁的家属啊？长得像大明星，气场也太吓人了。以及不是季律师，是江晚的老公。季先生，进来吧，缝完了，病人有点晕麻药，最好扶着走。缝了3针，医生说缝合得很好，以后不会留疤的。疼吗？有一点。对不起，不怪你，是我自己没躲开。其实你没来之前，我觉得特别委屈，甚至想哭。但你来了以后，我就一点也不委屈了。药膏每日1次，睡前涂抹，避开黏膜。医生强调过，只要薄薄的一层。季大律师，那说明书上有写法律责任吗？没有，但用药剂量不大会影响愈合速度。没有，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有时候挺可爱的。可爱。病人就好好躺着，别乱说话。疼？不是疼，是你的手太凉了。手法不错，比护士姐姐还稳。熟能生巧。你以前经常给人涂药？以前在国外打篮球，经常受伤，那时候队友都找我说我手稳不会弄疼人。那时候的他还有其依附。李李，你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你吗？他们说你是冤枉，说你没心没腹，是个活的大冰块。你呢？你也这么觉得？我不怕你，因为我见过你不冷的样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在工作室，你害怕了吗？没有。骗人！你要是不怕，当时手怎么抖成那样，连呼吸都乱了？也许是有那么一点。只是一点？不记得了。
季大律师，你这算不算虚假陈述？不老实啊！知道，还敢承认？因为我确实很害怕。于理，别哭，医生说伤口不能沾水，眼泪又不是水，眼泪含盐，会刺激创面，严重影响愈合速度。你连这个都懂？刚才在急诊室顺便咨询了医生。谢谢。不必谢。老婆，以后有事第一时间叫我，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第一时间打给我，不依靠我。于理，我会觉得你不需要我。需要的，季于理，我一直都很需要你。诽谤、故意伤害，每一个字，我都要让你100倍偿还。这么晚还没睡？诉状草稿发你邮箱了，把杨静在工作室说的那句话全部录入证据链。您是说不只是侵权，我要以诽谤罪和公然侮辱罪起诉，情节要定性为没人能救得了他。明白，我这就去完善，保证这案子办成铁案。既然需要我，那就一辈子都别离开。醒了，你就这么睡了一夜？先让医生看伤口。愈合的不错，可以出院了。记住，3天换药，7天拆线，别碰水。饮食有什么忌讳？辛辣刺激的一律不行，受不了就去一律别碰。可以洗头吗？季先生，拆线前绝对见不行。说真的，你是我见过问题最多的家属。放心吧，你彩排没事，小伤。季大律师，你这服务水平直逼5星级酒店了。我的当事人理应享受最高等级服务。我拿着。杨静后来怎么样了？拘留，是刑事拘留，故意伤害、诽谤、寻衅滋事3项指控，已经让程律全部提交了。那他会坐牢吗？会。他动了我的命，我怎么可能放过他？我的命？他说我是他的命。小心脚下台阶。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弄的？昨晚你睡着后叫保洁来打扫了。你们家保洁还兼职送花服务啊？花是早上让助理买的。这是什么新案子吗？你敢信？那个冷面燕王凌晨3点不睡觉，就是为了让我7点前送花哄老婆。我差点以为他被盗号了。先吃药，然后我去做饭。做饭？季大律师，你还没过休假期吧？昨晚答应过你的，忘了？你确定只是留学的时候顺便学做饭？这土豆丝的像越方阵。本质上需要精确，食材比例相当于证据权重，调味需要我生死。受教了，所以番茄炒蛋是1审，红烧肉则是上诉。差不多。于理，汤淡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会习惯的。万一哪天不习惯了怎么办？那就习惯，这不是临时的，这是我的义务。别哭了，医生说伤口不能沾水，眼泪也算。你能不能不要老惦记我的伤口？习惯了。于理，谢谢你。谢什么？
谢谢你闯红灯来救我，谢谢你做饭，谢谢你其实什么都记得。不用谢，对你好是我的义务。真是个笨蛋。于理，我爱你。我知道了。你就不能回句好听的？于理，太晚了，今天就算了吧，明天再涂。不行，1天2次，1次都不能少。季律师，你这样真的让我很没出息。这怎么可能？江婉，照片角度肯定刁钻，绝对是误会。季大律师出了名的洁身自好，怎么可能乱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啊？你见过吗？季宇里提过吗？不认识。宁宁，你是不是还话没说？其实李静怡那个贱人刚才也给我发了这个。他发给你干什么？叫沈曼缇，当年法院公认的戏花，两人当年连婚纱照都快拍了，只是差点结婚的关系。我在呢，宁宁，我没事，我相信他。你会说话题？不需要通过外人的嘴。替身。李静怡，我看你是记吃不记记打，真当老娘是吃素的？有病吧他！季律师看婉婉那眼神，恨不得把命都给他。替身，纯扯淡。等季律师把杨静送进去，下一个就轮到李静怡。今天怎么这么早？比平时早了3个小时。他平时换鞋一向很快，左脚踢右脚2秒解决。可今天……我来热，你去沙发上坐着休息。于理，你今天下午在哪儿？律所。然后呢？然后回家了。你今天下午真的只在律所吗？你知道了。有人拍了照片发在社交软件，标题是海城某季姓大律出轨。那个沈曼妮是不是你的前女友？不是。那她是谁？为什么你们会在酒店见面？她是我的大学校的当同学，她在打抚养权官司，前夫家暴，孩子被藏了，她走投无路才来找我，仅此而已。仅此而已。那她为什么叫你 Leo？下午曹宁给我发了截图，评论区有知情人士沈曼妮一直叫他 Leo 是他们之间的专属称呼。我这个季太太连你有英文名都不知道。自己看。没有问候，没有表情包，连多余感叹号都没有，这就是季律师的风格，公事公办到令人发指。对不起，我没想怀疑你的。大学时期你确实叫过 Leo， 那时候同学之间流行叫英文名，并不是什么专属的特殊称呼。不过既然你这么在意，或者你也可以叫我老公、弟弟。弟弟，改论文，肉包子。你是陈教授派来辅导我毕业论文的那个学长？终于想起来了，看来这3针还没把你脑子缝短路。学长，中国人说我这篇论文写得像垃圾。你是陈教授最看好的学生，不要听垃圾评价你。江晚，你值得更好的。那张纸巾，那句话，是不是你故意的？你早就知道我是谁，还装作第一次见。如果我不装成第一次见，所以陈教授根本不是随便挑的人，是你安排的。你在办公室改我论文的时候就看上我了。准确的说，是在那之前。在那之前，大3还是大2？他大2参加校际辩论赛对阵政法学院那场。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我等了，他有男朋友。那他可以等他分手啊，谈个恋爱又不是结了婚。以为为什么会恰好在那间咖啡厅遇到他？季玉林，你是个大笨蛋！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要的不只是你的现在，而是你彻底清空后的未来。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那时候你还没准备好。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准备好？难道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不只是观察，只是记住了你每一个变化。你真傻。大学时的那个他
是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没有，真的没有。他对我也许有过想法，但我从来没有回应。为什么？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等他走出过去。他总是这样内冷外热的，无论多少年，他都在等他。以后有话第一时间告诉他。我知道，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的。小婉，我等了你4年，不是为了被一个前女友或是一个误会毁掉的。以后再有这种事，直接问我，也别信别人的发的，只信我。我知道，以后我问你，只问你。走着瞧吧。你这回剧情安排的比电视剧还精彩，混得这么顺也太让人羡慕了。再牛的剧本也没他现实精彩。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爱别人，也以法律护身。江晚，不管外面多乱，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我相信你，也愿意陪你走下去。啊！继续里我自己能走，能走不代表非得走。结婚这么久，他才知道自己最擅长的不是打官司，是不讲道理。自己都快被他的不讲道理惯坏了。你看，那些不讲道理，其实都变成了你的特权。别担心。担心？对，我知道，怕我对你好，却怕我不够好。有你在，我就没什么可怕。婚礼不是闹着玩的，草坪更自由，你可以在上面跑。我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非得在草地上跑？你上次在小区草地上跑过，不是吗？那是追猫，追猫也算跑。你走没得商量。我说的是既定事实。那就听你的，草坪上见。草茎。婚礼前夜，新郎新娘不能见面，这是规矩。早领证住一起好几个月了，规矩早就破了。领证算什么？婚礼才是仪式感。明天我负责把你从头到脚收拾成匹配审美纱，真不错。你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当然是夸你，能被品味一流的律师看上，说明你也值钱。你打算怎么把我弄成配得住婚纱的女人？明早8点半化妆师来做发型试婚纱，你就闭眼躺好，剩下的都交给我。听起来我明天连睁眼的自由都没了。放松点儿，明天保证让你成为所有人眼里的焦点。好，我相信你。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纱？简单点的，不要太蓬的，像公主那种我可不适合。江晚，发什么呆呢？要试妆了！来了来了！喂，今天你是主场，别忘了笑得甜一点。我可不是公主，就怕被这长裙摆绊倒。3个月前，等你4年，我好像还这条裙子在做梦，是给最美的你。待会儿门打开，自己一个人走过去，会不会显得形单影只？瞎说什么呢？有我在，谁敢说你形单影只？等会儿我牵你走，虽然但我是你这辈子最好的姐妹，除了你家那位，今天谁也别想排在我前面。好，听你的。快把眼泪收回去，弄花了妆，补妆费从你老公律师费里扣。老李，你确定没走错地方？他真要在这儿办婚礼，喜帖上烫金大字写着呢。不过直到这一刻，自己也觉得像在做梦。他在哪儿？穿西装还是穿睡衣？他脸上是不是写着我结婚？该抓什么钱？自己是来见证奇迹的。那个把法律条文当情书的男人，居然领证办酒，到现在都没还。这风格简单到极致，却贵得要命。果然是那位先生，连爱一个人都整得这么逻辑缜密，无懈可击。赶紧找位置坐，我已经等不及看他看新娘子眼神了。还不止，黄埔集团董事长也下来了，那是海城地产界老祖宗，连北凉集团从不参加社交的 CEO 都来了。老李，我知道老季在绿界有名，但不知道他这么有面子。这些人随便拎一个海城地皮都抖3，他什么时候认识这些人的？不科学，都不必能聚齐这几位。老季结婚居然齐刷刷到场。忘了去年黄集团差点崩盘的跨卷报告案是谁救的？前年北凉集团大好了盘，不他的信徒，但怕季玉德站在他们对手那边。你季云氏是不是该多随点信徒？商场上这些年终奖就是在动海城的半壁江山。
万万别低头，人命会掉，你老公眼珠子也会掉。宁宁，我腿有点软，这音乐……季律师这人闷骚的可以，他煎个蛋哼的曲子，居然找了大师乐团现场重编，挺凶。迈步。快看老季那个领带香槟色，那是他向来冷硬的人会选的颜色吗？这叫铁汉柔情，这颜色一准是新娘子挑的。你看老季那神态，整个人都软和下来了。季雨丽向来性子刚硬，今天倒是在这姑娘面前软和了不少，有意思。领带很衬你，只要你喜欢的，我都衬。小王，快看老季那只手，我是不是老花眼了？那是在抖吗？程律，你没看错，而且我还看见他笑了。笑了？开什么玩笑？他那张脸平时比南极冰川还硬，这时候能笑得出来？是右一边嘴角只有一点点弧度。疯了，真是疯了！这哪是结婚，这简直是把阎王爷拉下了凡尘。季大律师，法庭上你从来没输过，但在我这儿，江晚要是掉了一滴委屈的眼泪，你就算赢了全世界也没用。宁宁，我把他交给你了，你要是对他不好，我管你是不是海城第一律，管你身后有多少大佬，我第一个冲过来撕了你。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行，算你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抱歉，这一段我自己来。江晚，在今天之前，我做了31年准备。你准备这所有准备不是为了官司和财富，是为了遇到他的时候有底气站在他面前说，我有能力给你一个家。所以，江晚小姐，这份很违约的代价，你我付不起。老季绝了，这官司我赢！还没说话呢。季虚礼，你这个大骗子！一样你会像平时逼我这脸说句我愿意发配合他们去。季虚礼，我100，我负责签字，你给我的所有条款，我都无条件承诺。季大律师，我愿意用一辈子来履约。江晚，这4年，我每一天都在脑海里预演这一刻。我也是。老季威武，这违约金我看你得付一辈子喽！去吧！都别跟我抢啊！谁抢我跟谁急，往我这跑！宁宁接吻了，1、2、3，走你！我抢到他了，是我老天爷开眼了！娃娃，下一个结婚的是我，你等着，你一定要给我当伴娘，把这运气还给我。我等着，我的伴娘必须嫁出去。你瞧老季那坐姿，气背挺得比平时开庭还端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上台做正式发言。婉婉，你左边那几位业界前辈，随便一位在海城的分量实大，你家季律师这人脉也太厉害了吧！小季啊，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敢不把你师傅请下山？他要是知道了，山下礼金通胀太厉害，他那点急需付不起。胡说八道！那个老季明明全回家都是装的，以后他要是敢在家摆大律师谱，我直接打我电话，带我能让他师傅下山揍他，保准他不敢还手。原来季大律师也有怕的人呀。并没有，我只是在考虑怎么给师傅报销2金。你看表没？从婚礼到现在4个小时，老季连一次手机都没拿出来，这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忘了上次他阑尾条纹做手术，麻醉刚醒，手术台还没下。第一件事是让我给他读英国那个案子的邮件。看来就这个北德文法律过日了，栽了好几个月了。您这反应速度可不合时顺。于理，你手机好像响了，可能是律所的急事。今天海城所有的法律都得给季太太让路。龙副会长还在看我们呢。随他那是羡慕。他江晚早就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什么文婉乖巧，全都是装出来的。嫁了又怎么样？错了，她竟然真的嫁给了那种人。小兰说的截图上，但是挽回国是事实，我都要看过。两位请慢用。江晚还拿神孙在这儿演戏。风之，你看我这身怎么样？红红火火的，绝对把江晚那身寡淡的白纱给压下去。压下去？咱们坐在这儿，连他的脸都看不全。李静怡，这就是你非要带我来的目的，在角落里看人家风光。你懂什么？曹宁竟然敢在群里发请帖，我为什么不敢来？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过得比他好。快看那是谁啊？这种场合穿一身大红，是想跟新娘子叫板吗？也太没教养了吧！长得一股小家子气，穿成这样像个走错全场的野魔。红之，等会儿咱们去给季律师敬酒，毕竟也是老同学一场。好主意。你这身红裙子，在这就像个笑话。
体面在这儿，除了那一桌子的权贵，谁有体面？再给我开一瓶！他以前在我面前从来不是这样的。红芝，这个月房租我出吧，你留着钱买那个代码书。红芝，你别生气，我不买那条裙子了，钱省下来给你换新的。那种笑是笃定的，是那种知道天塌下来也有人顶着的笑。贺红芝，你别忘了，他额头上那道斑马，听说那个叫杨静的疯女人已经巨额赔偿他了。判了这么快？那是前我手季雨里亲自下场打的官司，不仅把伤害加诽谤，就是这个下场。他在用这种方式宣告江婉是他的所有物。我当初到底是丢了什么宝贝？我一直以为是他变美了，变好了。变什么美？不就是靠季家的钱堆出来的吗？换做我坐在那个位置，我比他更风光。你错了，他本来就是这副样子，只是跟我在一辈被机缘了。柯基只是站在他身后给他浇水施肥，让对后话。徐宏志，你发什么疯？还没喝够吗？别喝太多果汁，我也会不舒服。季律师，在你的婚礼上，你居然还要管你的当事人喝多少果汁？因为这个当事人，我得负责一辈子。我去趟洗手间，快点回来，待会儿还要去敬酒呢。如果是3年前，如果我没有那些野心，如果我能像季雨一样爱他，怎么可能？这张的光线明明这么乱，为什么拍的还是这么好看？小季和龙氏合作多年，生意场上是老朋友，私底下一直当半个亲侄子看。你大婚，我这个当叔叔的不表示一下，你师傅回头又该在电话里骂我铁公鸡了。这是给小戒指，不是什么这玩意儿，就当是叔叔的一点心意。祝你们百年好合。我操，那是老坑玻璃种吗？这成色，这水头，5个类似。龙副会长管这像这些大佬的消费观，真是不给咱们留活路。婉婉，还不快谢过龙叔？谢谢龙叔，这份礼物太漂亮了，我会好好珍藏的。装什么装？一枚破石头而已。有些人的眼界注定只能看到表面的浮华，却永远看不懂这个圈子里的隐秘。小江啊，这都是黄铺家以前留下来的老物件，一直锁仓库吃灰，太可惜。你要是不喜欢，就丢家里压箱底。黄鹏叔叔太客气了，这么贵重的传承，我会好好保管的。珠宝首饰这些，想必季夫人今天见得多了。我们北凉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就把这个裱起来送给小江，祝你们百年好合。一封旧信，北凉集团出手这么朴素，你懂什么？那是北凉王印，这是叶老将军亲笔写的贺信。我研究了3年近现代史，看过无数拓本，但这真迹，谢谢。这份礼物太重了。你看表没？从婚礼到现在4个小时，老季连一次手机都没拿出来，这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忘了上次他阑尾条纹做手术，麻醉刚醒，手术台还没下。第一件事是让我给他读英国那个案子的邮件。看来就这个被德本法律过日了，栽了好几个月了。您这反应速度可不合时顺。于理，你手机好像响了，可能是律所的急事。今天海城所有的法律都得给季太太让路。龙副会长还在看我们呢。随他那是羡慕。老程这副也是最发辩论的时候才有的，看来简直数9次分量不清。在座的各位，我是老季的同事，也是他的下属。虽然我从来不想承认这个下属的身份，但见证过老季连无数场击不可能赢的官司，有些案子一人证据链断裂，换圈内任何律师胜算都超不过30%，但老季能赢。的人力，他不仅是最冷静、最理性的，还是那个最不会感情用事的人。他就像一台精密的、永不出错的法律机器。他在电话里声音都在抖。他命令我以最快的速度准备故意伤害和诽谤的电话，或者说那个人是不是我认识了10年的季雨里。我带他动了2阳镜，这辈子彻底完了。第二，老季这家伙这辈子算是彻底没救了。他以前是法律的奴隶，现在他是江婉的囚徒。程律师，快把你老底儿揭穿了。他在陈述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季律师，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法庭辩论。不，我们要去宣判，宣判你余生所有的时间都归我。季律师，我记得下午进场的时候也是这首歌，你该不会是除了这首歌就没准备别的了吧？备选歌单还有17首，那为什么不换？因为你喜欢这首，在你的领域里，我不需要逻辑，只需要服从。于理，今天我很高兴。于理，你看这堆翡翠，每一件拿出去都能在海城买套房。那是他们的心意，你收着便是。
不喜欢就锁进保险柜吃灰。我还是变换这一枚。我以前总觉得像你这样逻辑严密的大律师，心里肯定没装浪漫这根弦。领证那天你就从兜里掏盒子让我带上。那你那时候在民政局门口为什么不跪下来求婚？正常流程不都得单膝跪地问一句你愿意吗？我评估过环境。什么环境？那天海城民政局门口的地砖是花岗岩材质，且表面有磨砂防滑纹路，因为物理受局门口的地砖太硬，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其他律师也就只有你了吧？不浪漫只是这么合情合理。虽然地砖硬，但合同是真的。江太太，你已经签字盖章，毁约无效。还疼吗？早就不疼了，季大律师，你每天早晚2次药，再疼也被你治好了。江晚，今天宣誓时我说过的那些话，你都记住了？哪句啊？是你说民政局地砖太硬那句，还是不值一提那句？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句？我知道，你说那是一份没有期限、没有终止条款的合同。记好了，我愿用一辈子来捋这句。记住了，你也不许忘。小周，这个千万级网红的定制脚本还要再磨，节奏太慢了。宁宁，别太拼了，你这2天忙张了脚不沾地，咱们还没去度假呢，你就先把自己折腾瘦了。度假，我看蜜月你是等不到了。等忙完这会儿，我非得让季大律师大方写，请我吃顿好的，毕竟我可是把他太太接来当廉价劳动力了。他最近也忙，那个跨国并购案进入收尾了。请问江婉女士在吗？我是，请问您是？这是律师函，请您签收。起诉沈曼妮，他凭什么起诉你？江女士，收到诉状后，请尽快准备印刷。诉状主张，江婉女士找田国权损申请500万元整合恶意诽谤。500万，他是想把婉姐家底都掏空了。500万，他想钱想什么样，在哪儿都不知道，拿什么诽谤？拿空气诽谤吗？江女士，请在送达自毁上签。我没有诽谤他，从始至终，我从未在任何公开或私下场合提过他的名字。原告方认为，曹女士这些言论，您是闺蜜指认这位曹宁已进行的，作为实质受益和关联人，您需要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是我害了婉婉，我当时只想骂死那个绿茶。签吧，江女士，逃避没有意义。这是我们的内部聊天记录，除了我们几个，没人能看到。你们是怎么拿到的？你们这是非法取证！取账过程完全合法合规。曹女士，关于证据的来源，庭前证据交换时我们会正式公示。现在，请江女士履行签收义务。我收到了，我会请律师。那我们法庭上见。可是那500万，宁宁，看着我，你说那些话，这不是你的错，你还不明白吗？无牌道歉，这个数字和这个要求根本不是冲着我来的。一旦我道歉，于理的声誉就会彻底毁掉。他要的是让于理难堪，是逼于理向他低头。那是纪律太太，怎么这时候过来了？纪律正带队啃那个100亿并购案呢，这会儿3天3夜没睡了，谁进去谁死。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答案，漏洞百出。散会。你签收了？签了，躲不掉的。好。纪律，你在开玩笑吗？那可是咱们筹备了半年的项目，标的额几个亿，现在退出，出什么事儿了？沈曼妮起诉我太太侵犯名誉权。纪律，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沈曼妮就是您前阵子带我们亲自下场帮她抢回抚养权那个当事人吧？是他。她不是您以前的同学吗？您推掉几百万的项目去帮她，她现在转头反咬您太太一口，背后肯定有高人。魏明成，他可是您师叔啊！魏明成跟咱们纪律同出顾伯年门下，那可是海城高院老副院长的衣钵传人。从现在起，忘掉辈分。对方既然接了案子，就没打算跟我们的同门情谊。那我们就告诉他，在海城他这个判官判不了我的人。魏律师这2年很少接个人案子了，尤其是这种名誉权纠纷，标的不大，社会关注度也不上，他怎么会接？因为对手是我。够了，上一对购仲裁案，他没抢到代理员，接了2年，难产。不仅如此，还有更大的问题，看看他的证据清单。曹宁在微信群中网友负面评价截图，主张由被告引导产生。他连3个月前的照片都存着。但最要命的不是这3条，最要命的是证据4，一段录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太太对我误会太深了，她在外面说的那些话，我现在都不敢出门，所以她不会听的。我知道是你太太，我不该说
纪律，这录音真的太伤人了。剪辑过的，我当时的完整答复是：他把后半句掐了。我会保你的案子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干扰，但我的太太不会在外面说那些话，她不是那种人。原来他在那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毫无保留的相信我了。我操！魏明成这老狐狸疯了吧？这是赤裸的职业自杀！纪律，咱们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证据排除。魏明成要的不是开庭审会的法律上的胜诉，他要的是在开庭之前就先在社会意义上毁掉江晚的名誉。只要录音流出去，大众只会看到季太太跋扈，季律师里外不是人。这不是在骂我，这是在挖坑。每一句话都在暗示徐礼徇私舞弊。明天继续，所有营销号的 IP 地址全部固整。挂了。你看到了？不用看。这些脏东西我明天会让公关团队处理干净。于林，那个沈曼妮为什么要这样？你明明在帮他打官司，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反过来咬你？因为我拒绝了他。3月12日见面那天，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他说他后悔当年没有跟我在一起，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告诉我，他可以等我，等我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我对他说：“江晚，我等你等了4年，现在轮到别人等我了。”沈曼妮，她那样的人大概从来没被人这样拒绝过吧？他是法律系的系花，习惯了所有人围着他转。他以为只要他肯辞回就职，江也能干起来。得张口。可他算错律师，你从来不走回头路。他们一拍即合，要联手把江晚拖进泥潭，顺便踩一脚季雨林的面子。吃完。季律师，你这是非法拘禁。今天待在家，不准看手机，不准看电脑。你的额头伤口虽然拆线了，但医学研究表明，情绪波动过大会导致行动法病。我是律师，你先编的吧？律师的职业操守是不准说话。吃完再走。季徐礼，你这是在软禁我吗？今天待在家，不准看手机，不准看电脑，电视可以看，但只能看少儿频道。但医学研究表明，尤其是那副锅溜舌的夫妇情况，季徐礼，欲望症软接口。记住，不管是外卖还是快递，一律不准开门。知道了，快去上班吧。什么皮肤恢复？他是怕我一出门就被那些守在门口的记者生吞学泼了吧？沈曼妮，利用我的幸福来捅刀子，你还真是会选素材。婉婉，沈曼瑜那个绿茶精是不是疯了？还有魏明成，宁宁，你先喘口气，别气坏了身体。我能不气吗？都是我害了你，要不是我在群里，他们哪来的事？我多点皇家的证据，这500万咱们跟他死磕到底。不用，宁宁，不用。他说过这件事交给他。信啊，当然信，全海城谁敢不信他的本事？他可是阎王王总律师。那就相信他，我也信他。沈曼妮、魏明成，你们以为我还是那个孤立无援的江晚吗？你们算错了法律，也算错了一个丈夫护短的决心。既然你要全力以赴，那我也不能让你分心。我的天，那是陈庆兴院长，海城法纪总实验发誓再不下山了吗？师傅，您怎么亲自来了？山里路远，您打个电话，我去接您。是我没处理好，惊动了您老人家。放屁！你没处理好什么？拒绝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叫没处理好，护着自己明媒正娶的老婆叫没处理好。哼！学是干在黄道业的辛苦，现在他为了给一个疯女人出气，敢欺负到我徒弟头上，他是真觉得我陈景成已经死在山里了。陈老，您这次破例下山，亲自驾临郑和，您的意思是？我还一来当顾问，我陈一力来当我的教案。魏明成觉得自己翅膀了，想拿后拜当垫脚石。好啊，让他来。我倒要看看他那点三脚猫功夫能不能接住我的回马枪。陈老，有您坐镇，我们郑和死战到底。您说咱们这第一仗怎么打？都坐下，年轻人，今天我给你们讲讲，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什么叫真正的诉讼策略。发吧。纪律，发出去了。我操！快看郑和的官微，沈曼妮告季太太，郑和直接反手举报沈曼妮和伪造证据，这也太刚了吧！魏明成也是疯了，敢在陈最后眼皮子底下，不是季雨里，是陈景行。快看，而且这回他不死也得脱层皮。陈景浩，你居然为了区区一个名誉权案，亲自下场毁你的真师弟！师傅，声明发酵了，魏明成那边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法律是他魏明成用来公报私仇的工具，既然他想打，我就教他证据真实性。陈老律协那边的举报信已经送到了，接下来咱们就等法庭见真章了。
沈曼妮这波因爱生恨，简直可以入选心理学反面教材。我只想问一句，陈景行老爷子都下山了，魏明成还能在海城混下去吗？婉婉，你看到了吗？彻底反杀了，你那个小号已经被骂的消耗了。魏明成的律所门口现在全都是记者。婉婉，这次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老纪的那些哥们儿、客户，还有咱们工作室的小姐妹，全都站出来了。怎么忙到这么晚，还没吃饭吗？吃了，顺路去那家茶餐厅给你带的。你今晚光顾着看手机，肯定没好好吃东西。于离，先吃。今天我请了师傅下山，我看到顾氏的很，本来不想来的。那个署名，他说他这把年纪最讨厌看那些人心思案情。那他老人家为什么最后还是答应了？师傅，我老婆被人欺负了，没保护好她。那个在海城法界横行无忌、从不认错的季雨里，竟然为了我去求那个早已归隐的泰斗。沈曼妮和魏明成想玩死缠烂打，既然他们想玩，我就陪他们玩大的。于离，辛苦你了。当时我师傅听完只斜着眼看了我半晌，然后回了5个字。哪5个字？他说：“你小子也有今天。”于离，你身上有一股很重的咖啡味，还有打印纸那种涩涩的墨粉味。抱歉，开了一整天的会，还没来及洗。不，这个味道让我觉得特别踏实。于离，谢谢你，真的，谢谢。不用谢。你能不能有一次就那么一次，不要说那句干巴巴的不用谢？这是我的义务。但这没关系。你乱七八糟的官司都打完，我们去旅游吧。不去北极看极光了，我们去看火山。火山还好，岩浆流速也是从未相见为种这里平衡。他用法律做武器。快看，这份反诬文书是陈老先生亲自起草的，虚假陈述贬造文书，这不只是普通反诬，对方要完整追究全部相关民事责任。陈景行，你为了一个突袭，竟然连老脸都不要了，亲自下场来砸我的饭碗！求你听听我说，我们可以协商和解，我会主动撤回起诉。我代为处理纪律师相关事务，目前我们正在整理对应定，准备提交法律会审。我一定要和他面谈。纪律师表示，仅通过正规法律不沟通，相关分析统一交由流程。听说沈曼妮找过你，不相干的人。于离，谢谢你，谢谢你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谁说法律是冷冰冰的？就不是唯一的、最有逻辑的、最不可暗有的。守了4年才娶到的人，他会用一辈子去履约。魏明成这小子，20年前跪在门口求着要拜师的时候，我就说他心术不正。哼，你师爷当年老糊涂了，非说他聪明有灵性，是块可塑之才。可塑之才，可真是塑了20年，塑出个伪造证据的烂货。这种案子也敢接？他是觉得我陈景行已经死在山里了？小兄弟，麻烦通融下。听说季太太受了伤，我们老板特意嘱咐，一定要亲手把这果篮送到季太太手上。这果篮是进口水果，要冷藏的，这万一割坏了，我们老板的心意。前台有小冰箱，放那儿就好。小姑娘，里头那个穿中亚装的老头是谁啊？我看你们季大律师对他都恭敬的不行。陈景行，魏明成不是傻子，能在海城混到判官的名号，他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这官司打不赢。名誉权纠纷，标的500万，证据公然造假。正常律师接到这种案子，第一反应是劝当事人和解，但他不但接了，还用了这个下三滥也不过真正的目的。他就交份满是漏，我们真正等走完法庭程序。他是想通过高额赔偿和舆论压力逼我低头。没错，魏明成太了解你了，小季，他知道你护短，所以他算准了你会为了平息舆论。和解条件，咱们利用什么跟他们和解？条件很简单，沈曼琪撤诉，江晚放弃反诉。上是沈曼琪不用坐牢，魏明成的保释律师是婉婉呢。对方可以随时拿出来翻旧账，说是因为江晚理亏心虚才不得和解。这个案子，郑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没有和解，只有判决。对喽，这才是老子带出来的徒弟。魏明成这小子自诩聪明绝顶，聪明人最大的就总想是不能摆上算计的，比如给男人对他老婆的交代。陈老说的对，反糊状的证据链我重新梳理了一遍，沈曼妮在酒店的伪证漏洞，魏明成律师函的违规操作，我已经全部标注了。等等，证据链的后话，那是你们这帮一直管关键的问题。魏明成这种惜名如命的人，他最怕什么？被律协调查，被吊销执照。吊销执照只是结果，行业通关怕海城摸混打20年，这才是他的命根子。那您的意思是，他不怕法律的严惩，怕的是过程。魏明成最值钱的家当，最后我要亲手将他逐出师门，我要让他在失去执照之前，先在海城法界变成一只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陈老，我懂了，我们要做的不是直接等判决，而是要在这之前剥光他的外壳。快看纪律，师傅，状态了。接下来的几个站点，我会亲自为魏师叔剪辑好。那就动起来吧，去让海城看看郑和律所到底姓什么。接下来的3天，全天先换给他，因发现的公司从不体验去验身手曼妮每修发证人破气墙到底所有名什么？明白，他经手过的所有专业的干对干净。不够，每一件都要查。我要知道他有没有虚假陈述，有没有想向法院便提交过催命符材的。纪律审理大这这案子非常杂。郑和不养废人。他募圈的平台有几家？目前查到3家，水滴轻松，还有一个叫暖阳的小众平台。全部发律师函，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捐赠记录和兹尼亚举报资金去向，同步沈曼妮利用虚假人设募圈，涉嫌大规模网络诈骗。网信办那边的对接需要我去预约吗？不用，我亲自去。小季，
这火候够了，魏明城的老狐狸睡不着觉了。这个点了还没吃饭？现在去吃。排骨在冰箱里，微波炉热2分钟就好。姜饼好什么好？今天4火不倒。知道了。师傅，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走？急着回去陪你老婆？去吧，谢谢你。少跟我来这套虚的。你要是真谢我，就把你老婆照顾好，别让她再被人欺负。你说100句谢谢都强。我会的。这臭小子，跟他师爷当年一模一样的德行，护老婆跟护命似的。小管家婆终于睡着了。于离，你回来了。还没，我现在去。你乖乖睡觉。我不对付，我拍照片给你检查，好不好？真是拿你没办法。这样，我去热排骨，热好了端到卧室来吃，你就躺在这里看着我吃，行不行？排骨好吃吗？好吃，真的？真的，火候刚好，味道也透进去了，比上次那盘红烧肉做的还好。我就说你会喜欢的。婉婉，晚安。我操！快看绿血锅网，炸了！炸了！涉嫌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妨碍司法公正，正式立案调查。魏明成这回是真的要折了。老纪这次是真的一点后路都没给魏明成留。陈景行老爷子难道真的一点同门面子都不看？魏明成欺负的谁？死穴！陈景行这辈子最疼谁？圈里谁不知道？等等，沈曼妮也被立案了？他不是名誉权案的原告吗？原告怎么也被调查了？明白吗？那段震惊全网的剪辑录音是沈曼妮亲手递给魏明成的。我的天，这下沈曼妮的律师生涯算是彻底交代了。她职业才不到8年，刚跨进合伙人的门槛，结果一个案子就把自己送进去了。作死，真是活生生把自己做没了。全部？那得是几百个卷宗吧？出一点点虚假排述，当年的判就可能全被推翻。沈曼妮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拿孩子当赢官司的筹码。纪律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这个。快看，法学院官微发通告了。是措辞。沈曼妮当初回校演讲的时候多风光，号称法学院之光，现在倒好，连母校都嫌她脏，在法律圈混，连母校身份都没了，这辈子算是彻底钉在耻辱柱上了。沈曼妮，你以为搬弄是非就能毁了我？可你忘了，阳光底下那些阴暗的手段永远上不了台面。在跟网信办的人开会，不打扰。你的消息是置顶的。这封求助信里的核心心脏病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是我们通过合法途径调取的体检原始记录。调查显示，孩子身体指标完全达标，甚至比同龄孩子更强壮。3家平台合计入账超过80万，时间宽度长达4年。季律师，你也触过差大立案标准了？是的，所以前我亲自过，只是为了履行一个公民的举报义务。这里面包含了完整的银行流水审计、平台原始数据对比，以及医院出具的虚假诊断证明。我希望网信间在封闭其相关账号的同时，能协调公安机关对沈曼妮正式立案侦查。季律师，我能不能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请。你和这位沈律师也算是有旧交。这次你下这么狠的手，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什么深厚的私人恩怨吗？季律师，沈曼妮虽然手段不高派，但到了这一步，她动了我太太，这就是全部的私人恩怨。我们材料把3转为工作了，立案的事儿，谢谢。
我们会马上开会讨论。对于虚假人设诈骗，绝不姑息。立案后3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谢谢。季总，天大的好消息！您绝对猜不到魏明成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他呀，正在满世界找人托话，整个人都快急疯了。找谁？先找了律协3个副会长，全被拒了。又找海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人家说要配合调查，没空见他。魏明成最后没辙，硬着头皮找了季雨里师傅的老同事，前海城高院刚正不阿的退休老法官老郑头。结果呢？对方听完来龙去脉，直接一通臭骂，扔下一句“你惹谁不好，惹陈景行的徒弟。你不知道那老头子护犊子护了30年。”说完直接挂了电话。季总，沈曼妮去了明城律所，要见魏明成。魏明成见他了。他自身难保，哪敢见人？沈曼妮在大厅坐了2小时，最后被保安请出去了。沈曼妮那边找好律所了？昨天就请假了，对外说是身体不适，实际上在海城打了几10个电话，找敢接他案子的律师。没人敢接吗？海城没人敢跟您硬碰硬，何况还有那位坐镇，接这个案子等于自砸饭碗。他还会回来的。谁？沈曼妮？都这样了，他还敢回来找和解？沈曼妮找不到律师，就会走捷径，直接去找江婉求情。他敢出现在江婉面前1次，我就不会再按法律程序办事。疯了！沈曼瑜不知道惹了什么样的疯子，季雨里要的不是胜诉，是让2人彻底社会性死亡，永世不得复生。魏明成赔进去了1辈子名声，明知故犯，这是在伪证罪的边缘试探啊！魏明成这是昏了头，真当海城没人能治他？这是纪律委员会的初步处理决定，请签收。暂停执业半年，这只是初步结果。2人合谋剪辑录音、误导司法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没有任何转圜余地。是魏明成让我教的，他说剪辑手段查不出来，他能搞定。经本会调查，明城律师事务所存在以下违规行为：1、违规接受当事人的财物。魏明成啊，暂停执业6个月，这算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了。6个月，这哪是处罚，这是凌迟。等他回来，谁还会叫他一声魏判官？魏明成的脸早都丢干净了。陈景行既然出山画了这个圈，他就绝无翻身的可能。你还不知道，沈曼妮更惨，已经被暂停失业1年，公安都以诈骗罪立案了。这么说，弄不好真要进去踩缝纫机了。中了！报应来了！律协公告出来了，沈梦妮暂停执业1年，她彻底完了，团队散了，名声臭了，还被调查诈骗。轻点儿，我要被你咬散架了。我这是高兴，你受了委屈，总算看到对方遭报应了。1年足够让野心变成泡影。季雨里这招围点打摇玩的厉害，不直接杀，慢慢折磨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千万级博主的对标方案弄好了没？我的江总大姐，这时候还谈工作，该开香槟庆祝好不好？看见没？律协的公告，人渣彻底凉了，这就是跟我们作对的下场。宁姐，
且牛批，姜婉家这律师是神仙吧？这操作也太秀了！我看呐，阎王爷勾生死簿都没这么快，这律师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吧？江婉，你怎么了？怎么丢了魂似的？我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好不真实，好像还没从梦里回过神。什么意思啊？2个月前我还在担心怎么和那位冷面律师相处，甚至琢磨着怎么体面的离婚。可他推掉了100亿项目帮我，泰斗师傅为我写反诉状，全律所50多个精英熬夜找证据。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是这2个月才开始护着你的？什么？曹宁，婉婉，关于那笔奖学金，你真的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这笔奖金是正和律所赞助的，指定发给历史系，名额只有1个。辅导员当时说，是正和律所指定的，用途是……正和律所从不扶贫，你以为的破格录用，不过是他们早就设好的局。你大4那年的实习，真的是巧合吗？墨染服饰，海城最大的服装公司。江婉女士吗？我们是墨染之墨染服饰人力资源部，之前的岗位有了空缺，请问你还愿意入职吗？我明明面试被刷了，是 H 突然打电话说有人放弃了名额。还能有谁？那位季大律师亲自动的手，安排个入职，对他来说不过是签个字的事。我论文的导师，他是系里出了名的灭绝上台，有师姐因为他3年都没毕业。可他对你呢？你的开题报告很有深度，不用改了，直接准备答辩吧。我当时真蠢，蠢到了家。我居然真的以为只是导师心情好。你以为你那4年过得很普通是吧？其实一点都不普通，只是有人把所有不普通的事儿都提前替你摆平了，你能普普通通的过日子。婉婉，我欠你的，我会用1辈子还。所以，我想和你一起把这1辈子过完。行啊你，藏得够深的啊。是啊，我喜欢他，很喜欢。江婉，你给我站住！喂，重色轻友的家伙，记得早点回来汇报战况啊！知道啦，你也别忙太晚，记得吃饭。
宁姐，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是在等谁吗？他呀，终于被人坚定的选择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原来被爱真的能让人脱胎换骨。这个含盐量太高，于理不喜欢太咸的。这个添加剂太多，味道不纯。这个牌子上次他说还不错，口感比较醇厚。姑娘，挑得这么仔细，给老公做饭呐？嗯，现在的年轻人肯这么用心下厨的不多了，你老公真有福气。不，是我有福气。烹饪需要精确，精确需要逻辑。糖色炒老了半秒，肉质的苦感会破坏整体的平衡。知道了，季大律师，不就是7分标准吗？今天非得给你冲到8点不可。以前我觉得做饭只要不拉肚子就算成功，现在我居然在研究火候的逻辑感。7分是可以吃的家常菜，8分是饭店水准。上次那道虾仁他给了7分半，说了一句可以。今天这道排骨，我看你怎么评。在律所打了12个小时的更仗，原本以为神经已经麻木，可看到这个背影的瞬间，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这阵烟火气融化了。回来啦？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先去洗手换衣服，排骨正收汁呢，冬瓜汤马上就好。排骨焦了。没有焦啊，我一直盯着火呢，刚才尝了味道刚……骗你的。季虚礼，你可是海城最有声望的大律师，律师的职业道德第一条就是诚信，你居然当众……不对，当家说谎。在法庭上我不说谎，但在家里逗太太开心属于律师的法外通宵权。开玩笑，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虚假意思表示，与恶意欺诈有本质区别。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骗我还骗出道理来了？根据通说，戏谑行为因缺乏效果意思，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条件。所以，根据民法典种则编的相关规定，我的行为完全构不成不诚信。好了好了，歪理一堆，快去炒最后一个菜。看他做饭，竟比看任何风景都让人安心。海城律协的官方公告你看了吗？程律在公告发布的第一时间就超前我了。沈曼妮被判处暂停职业1年，1年只是行业处分起步，等诈骗罪名立案后，他面临至少3年刑事处罚。季于理，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心软了？明明是他造成了那么多伤害，可是我恨不起来，只觉得他好可怜。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季雨良护着的人，没人能碰。以后家里的事儿，我主外，你主内，就这么定了。这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用这么严肃的语气说这种话的？于理，我看你最近总是在忙，我也想帮你分担一些，可以吗？你，我怎么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等待便是分担。某人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反常？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算了，看在这顿饭的份上，暂时原谅他了。我的天，这也太贵了吧！算了，蜜月嘛，一生就这一次，咬咬牙。想去这里？我是想定这里，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定好了。季许理，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这里的风景不错。你太过分了！你什么时候把攻略做了？想给你个惊喜，看来某人不领情。你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疼不疼？不疼。骗人！我明明用力了，刚才眉毛都动了。那是面部神经条件反射，这个力度达不到痛感纹结，你手劲没想象中那么大。你能不能有一次，哪怕就一次，不要表现得这么理性？不能。你逻辑是我的职业底色，不理智的话，现在诉状上签字的就不会是我了。说大道理你最多。睡吧。沈曼迪涉嫌网络诈骗，证据确凿，符合立案条件，现正式立案。证据清单已电子补全，需要配合核查可随时联系。我有律师执照，你们不许随便进门。你涉嫌网络诈骗，请配合我们带走电脑与银行资料。这就是天天上热搜的网红律师，居然被调查组带走了，业主群都炸了，我得赶紧截图发出去。是不是在想沈曼妮的事？你怎么知道？你又没睁眼。从11点到现在，你翻身超过了5次，根据观察，心事很重。你连翻身次数都数，职业病也太严重了吧？第6次了。心里总觉得堵得慌。他是被自己的贪婪和谎言所害，法律已经给出了裁决，你不必背负不属于你的愧疚。孩子是无辜的，他要是判刑了，孩子怎么办？孩子确实无辜，如果他陷入困境，我会以个人名义提供医疗与生活救助，但我绝不会用放过他作为交换。他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
沈曼妮的资产已全部冻结，她的副手也已全部倒戈。意料之中，下班前补全证据链，否则不谈交易。这种小案子不需要我出面发声。喂，你好，请问是季徐礼律师吗？是我，你是哪位？我是沈曼妮的妈妈。季律师，是我女儿做错了事，该关该办都是报应，我不敢求您放过她，我就提一个请求，季律师，求您给孩子留条活路吧，他天天问妈妈去哪儿。孩子是无辜的。媒体报道是舆论自发，我不能完全控制。我和太太都不会主动向媒体提供任何与孩子有关的信息。季律师，谢谢您，我给您磕头了。你女儿涉嫌诈骗的证据已经闭环，如果主动退赃退费，可以争取量刑酌情考虑。这是她目前唯一的减刑机会。谢谢你，你是个好人。纪律，您没事吧？没什么。联系沈曼妮的辩护律师。关于那个案子，我有个从轻量刑的方案，成功率在70%以上。另外，对方孩子的转学落户问题，我也会一并解决。季雨林，你疯了吗？沈曼妮她明明涉嫌商业欺诈、转移资产，你居然要保她！我知道。你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因为江晚值得。这家伙永远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魏明成真是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动到季家头上！哼！发声明，终止全部合作，1分违约金都不给。魏明成活该，这种货色不配给我们家写合同。董事长，解约声明已经同步发出了。顺便在圈子里打个招呼，谁接魏明成的茬，就是和黄铺过不去。沈曼妮的事我会处理，帮魏明成把那把刀折了。发布北梁的声明一字不改，支持依法维权，反对滥用职权。魏总，龙氏商会发声明了，终止全部合同。是黄埔和北梁，他们也发了声明，就在刚才。全海城大佬都联手了，季徐礼要我的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妈妈，奶奶想你啦。宝贝，妈妈也想你。今天有没有乖乖听话呀？奶奶，你脸色咋这么差？别太拼命了，钱够用就行。知道了，妈。外面有人说不好听的话，但妈知道你不是坏孩子，有事就回来，妈帮你。妈妈，妈妈你怎么不见了？先挂了，过几天打回去。哎，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这怎么可能？唏嘘，这是顾老亲传手笔，连官播都转发了，彻底查无此人。这是季雨里特地带回来的明前龙井。你也看到朋友圈那张照片了，全法律圈都在传您画的乌龟呢。哼，这也叫入木三分，连构图都没弄明白。可是爷爷，大家都在夸画的入木三分，把那个人的处境形容的绝了。龟壳上的裂缝才是重点，是他最该看清楚的东西。目前网上的转发量已经超过了10万，相关话题的阅读量也在持续上升。哼，我那可是入木三分的佳作，他们这帮人啊，多转转多看看那是应该的，这艺术熏陶哪能一蹴而就？蜜月打算什么时候去？别在这节骨眼上回去跟进并购案。下个月。去哪里？冰岛。冰岛啊！30年前啊，我和你生去冰刀度蜜月。那时候冰刀荒凉得很，没几个中国人。你都想不到，他那时候，你师娘啊，平时看着端庄，一看到火山喷发，激动得满地乱跳，嗷嗷叫。我在旁边拉着都拉不住，真怕他一头跳进去。陈老，真没想到还有这样可爱的经历。我这一辈子记了几万条法律条文，唯独那趟冰岛的阳光，到现在都觉得烤得手背疼。我会带一张火山的照片回来给您。少拿照片糊弄我，把老婆照顾好，别受凉才是正事。陈爷爷，您和奶奶的感情真像初恋似的，好让人羡慕呀。初恋，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就是个老麻烦精。第一条，吃饭挑食，只吃菜不吃肉。爷爷，您这是在办案还是在告状呀？不过我跟雨林可不一样，我呀，就乐意惯着他。小季是嘴上一个字不崩，心里装的全是事儿。我跟他可不一样，我要是喜欢一个人，嘴上得站着，心里也得全站着。
爷爷，您平时心里都在想什么呀？想你奶奶，想了一辈子了，还在想。我去续点热水。爷爷，他是不是害羞了？你这小子还是这么脸皮薄，连杯茶都要跟师傅抢。师傅说的太准了。怎么，被我吓着了？还是说心里藏着什么火烧屁股的事儿呢？老师，您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他说，往后我护着你。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有的成了院士，有的成了富商，只有他一个人跟我说，他想的是怎么让老婆不再担心。季雨里连退路都铺好了，所以你这丫头命好，嫁对了人。怎么了？师傅说了什么？师傅说你昨晚打电话了。只是讨论了一下案子。案子，他肉吧，继续管。那不过是对风险评估。嘉婉，陈述事实是法律人的基本素养，并不是你以为的那种话。什么事实？你到底爱不爱我？季律师，你现在是不是在心里起草一份长达万的告白书？陈述完毕。一晃啊，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年轻。快看，这就是地球的脉搏。你慢点儿，风大。你呀，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不会说话，只会做事。这辈子委屈你了。今天啊，我跟江晚说起冰刀了。徒弟嘛，就是自家的孩子，受了委屈，爹妈总得出面撑着。都回来吧。这处理结果比预想的还要重啊！魏明成不仅停职半年，居然还要重考职业道德，这简直是当众扇他判官的脸。沈曼妮才是真的彻底出局了，停职1年还被移交将相调查查组的欺诈案。他那间办公室听说下午搬家了，真是墙倒众人推。要怪就怪他动了季雨图的命门，原来还有全身而退的道理。江晚，对不起，我知道这3个字什么都弥补不了，但我想告诉你，你嫁给了一个托付终生的男人。
还是那个季大律师，连承认爱我都要用这种法学严谨的口吻。他给我的从来不是婚姻这个形式，而是他全部的全部。季雨里，余生这本合同，我会陪你好好履行。冷吗？季雨里，这里真的好震撼啊！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呀？明天早上9点去看火山。真的吗？那我们能看到真正的岩浆吗？太棒了！你说的那个酒店，是不是顶级套房？多少？没多少。没多少是多少？你今天必须说清楚。1200万欧元。你疯了吗？这也太贵了！出来一趟不容易，蜜月旅行值得。值得什么呀？这钱留着咱们过日子不好吗？江晚，我花了4年，才敢站在你面前，告诉你这些。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你。还好，有你在。我只是不想玩，我只是不想让你误会。季许礼，你怎么这么可爱啊？好啦，我知道了，我们快走。喂，走快点呀！前面左转是餐厅，预定了靠窗的位置。哟，季老师什么时候这么贴心啦？江晚轻柔的心念，和他在一起的每一步，都像踩在云端。你这个骑士怎么和故事里的不太一样呀？别人都在拯救世界，你怎么只会整理围巾啊？第一，传统骑士骑马，你骑共享单车；第二，传统骑士救公主，你帮我扛水桶；第三，以后的每一步，我都陪你走。原来这就是归宿。